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深圳大运新城的世贸深港国际中心。这栋楼从规划时的中国第一高楼，到建设中的东部希望，再到后来的烂尾流拍，如今又传央企接盘，短短几年上演了一出比电视剧还跌宕的现实大戏。如果你此前没有听过这个项目也没关系，今天咱们就一起来聊聊这个项目的前世今生，看清楚这栋楼背后的城市发展逻辑、市场沉浮与时代转折。大家好，我是老姜，每周都会更新关于深圳的有趣又有料的视频，请不要忘记订阅哦。2017年12月，世贸创始人许荣茂豪掷239.43亿元，拿下深圳龙岗核心地块。这块地可谓是大运片区白菜心中的白菜心。当时世贸刚跻身1000亿房企俱乐部，手握330亿现金流，意气风发地宣布要打造深港国际中心。规划中的700米超高层建筑碾压上海中心大厦，城市空间的设计理念也十分超前。世界知名设计团队打造深圳露台，包括深港青年合作创业中心、国际会议会展中心等5大核心板块，配套有5星级酒店、高端国际学校，号称要重塑未来生活范式。我们看一下当时的宣传片，可以说它就是妥妥的一个微型城市，美轮美奂的天空之城。我记得当时项目外墙上有一个硕大的标语：深港国际中心，深圳给予世界的答案。听听这定位，绝对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到极致。咱们再来看一组项目的基础数据，项目占地32.2万平方米，差不多45个标准足球场那么大，总建筑面积136.45万平方米，相当于20个深圳万象城，计划投资500亿，相当于一个中等县级市1年的 GDP。 光看这些数字就知道这不是普通的房地产项目。为什么要这么大手笔？当年深圳政府正在实施东进战略，这个项目正是东进战略的关键支撑，是深圳布局东部的战略级工程。当年有个提法叫城市会客厅，通俗点说，这就是深圳接待海内外来宾的地方，是深圳市的脸面，代表着深圳的国际形象。深圳是想靠这栋楼把大运新城打造成深港合作的超级引擎，让东部摆脱睡城标签，真正跟中西部核心区掰掰手腕。这是深圳向世界递出去的一张新名片，证明东部有能力承载高端产业、国际资源，证明深圳不只有南山、福田，还有能对标世界的新增长极。聊世贸深港国际中心，绕不开它的主塔，规划高度700米，后面调整到668米，再然后几经波折，不了了之。这其中各种曲折，我们放到后面去讲。当时深圳已建成第一高是平安金融中心599米，中国第一高是上海中心大厦632米。这栋楼一旦建成，直接超越两者，成为深圳第一、中国第一，世界范围内也只比迪拜哈利法塔、马来西亚莫迪卡118大厦矮。这哪是盖楼，可以说这是深圳在城市地标话语权上向上海发起的一次正面冲击。668米的主塔高度已经把这份野心摆到了台面上。2018年的房地产市场已经在逐步降温，企业拿地态度趋于谨慎，但当年全年商品房销售面积17.17亿平方米，增长 1.3%， 销售额14.99万亿元，增长 12.2%， 双创历史新高。就是在这个背景下，2018年3月，深港世贸项目破土动工，香港前特首林郑月娥，还有当时的深圳市委书记和市长都到了现场。可想而知，这个项目对龙岗、对整个深圳、对深港合作的重大意义。彼时工地上机械轰鸣，塔吊林立。2019年2月，项目拿到正式建设批复，主塔高度为700米，媒体争相报道，周边房价也随之水涨船高。世贸首先开发2宗土地建设公寓，因为公寓相对好续化，资金能快速回流。2019年11月，首批1421套商务公寓世贸之都惊艳亮相，备案价 5.15 万元每平方米，单套总价区间162万到1616万元，远超周边3字头的二手公寓。开盘即引爆市场，深圳湾豪宅业主豪掷千金连购6套，海外投资者通过国内亲友争相预定，更不时传出超级富豪批量扫货的传闻。项目展示中心特邀知名设计师操刀，
打造成兼具艺术与商业氛围的地标建筑。每周举办高端展览活动，吸引大批购房者慕名而来。当时的世贸集团可谓是如日中天，总资产规模约4000亿，可售货值超万亿。凭借民企开发背书、城市地标定位、低总价不限购等核心优势，深港世贸项目市场热度持续飙升。深圳科尔瑞数据显示，自首次开盘至2020年10月，项目销售额突破60亿元，成交面积与金额均稳居深圳公寓产品榜首。到2021年年中，其成交额更是从深圳第一跃居全国第一，一时风头无两。与此同时，华尔道夫酒店、哈罗里德学校等高端酒店和国际名校相继签约，当初的承诺似乎正在一个一个得到了兑现。致命的转折点也在2021年悄然降临，房地产3条红线政策重压之下，全国销量腰斩，中国楼市突然冰封，世贸负债飙到5400亿而后暴雷，资金链彻底断裂的连锁反应迅速爆发。2022年3月，龙岗工地塔吊突然静止，施工队追讨欠款无门，智慧展厅成了堆放废料的仓库，曾经效果图丽闪耀的玻璃幕墙，现实中只剩锈迹斑斑的钢筋骨架。做这期视频之前，我特意专程去了一趟大峪新城，站在工地外看，塔吊锈得发黑，裸露的钢筋上挂着塑料袋，风一吹哗啦响，围墙里的荒草快淹没过膝盖，很难想象，这就是当年要盖中国第一高的地方，怎么会发展成这样？我想这中间有3个绕不开的致命点。第一个致命点，野心配不上实力。世贸集团创始人许荣茂之子许世坛接班后，短短3个月再砸200亿布局20多个新项目，深圳地王总预算高达500亿，钱从哪来？世贸的路子是通过中信信托搞了筹资。2018年，世贸将项目30%股权质押给中信信托，换来132亿元融资。2020年，世贸集团质押项目公司100%股权，并承诺回购，通过债权转让加股权质押的形式募集到87亿元，成为中信历史上最大的单一集合信托。集团负债率已像雪球般越滚越大，表面繁荣难以掩盖致命的危机。著名人民表演艺术家葛优同志曾经告诫过我们，步子不能迈得太大，迈太大容易扯着蛋。第二个致命点是房地产市场的断崖式下行。2020年疫情来袭，整个房地产行业遭遇流动性危机。以前开发商拿地靠高杠杆快周转就能玩得转，可疫情后房子卖不动了，回款断了，银行又收紧了房地产贷款500亿的项目，每天的资金成本都是天文数字，开发商扛不住了。我认识一位参与过项目前期的房企高管，他跟我透露，2021年之后，公司账上的钱连支付工程款都费劲，更别说推进超高层建设了。那时候不是想不想干，是根本干不动。第3个致命点是国家对超高层建筑的政策转向。2020年4月，住建部、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与建筑风貌管理的通知，提出要严格限制各地盲目规划建设超高层摩天楼，一般不得新建500米以上建筑，中小城市要严格控制新建超高层建筑，县城住宅要以多层为主。2021年5月，深圳市规划部门公示世贸深港国际中心蓝图调整结果，最高塔的建设高度由原来的700米调整为600米左右。仅仅2个月后，2021年7月，国家发改委又发布了“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明确提出要严格限制新建超高层建筑，不得新建500米以上的建筑，而且在方案中对新建250米以上的建筑也提出要进行严格限制。从最开始的一般不得新建，到后来的严格限制，相关部委对限高的态度越来越明确。背后的原因是啥？因为超高层是吞金兽，建设成本高，运营成本高，还存在消防抗震等安全隐患。深港世贸668米的高度正好撞到了政策红线上。有消息说，项目也曾试图调整高度，但高度一降，中国第一高的噱头没了，之前吸引的投资合作意向也跟着打了折扣，没了核心卖点，项目就成了无源之水。至于主塔高度为何一降再降，其中确实是有生不逢时的因素，但背后其实还有一个隐藏原因，深圳想超越上海，观众朋友们觉得可能吗？
这与中央对深圳的定位不符。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城市定位这个玩意儿怎么说呢？平时看不出来，关键时刻就能看出来了。深圳和上海根本不在一张牌桌上。好，老姜接着聊，世贸暴雷后，曾经给世贸集团提供资金支持的白衣骑士中信信托也一同被拖入深渊，因世贸违约。2022年8月，中信申请查封12宗还未开发土地，希望以物抵债，找到接盘侠。2023年7月5日，世贸深港国际中心项目的12宗土地，以130.44亿元的起拍价在京东法拍，因无人出价而流拍。2023年11月16日，该项目再次在京东拍卖，起拍价降至104.35亿元，仍因无人竞买流拍，2次法拍均惨淡收场。要知道，这可是深圳龙岗的核心地块，足以见得当时市场对它的信心崩塌。围观者清点着这场溃败的代价，239亿真金白银蒸发，投资人血本无归。塔吊铁架上筑巢的鸟群不会知道，它们栖息的地方曾经承载过怎样一场钢筋水泥的狂想。可能有人会说，不就是一栋烂尾楼吗？影响能有多大？但在老姜看来，深港世贸的烂尾拖慢的是整个深圳东部的发展节奏。从此深圳发展一路向西，从此深圳东部数年落幕而寂寥。当初深圳规划这个项目是想让它当引擎，靠会展中心吸引企业，靠创业中心聚集人才，靠交通枢纽打通区域连接。可项目一烂尾，这些规划全成了画饼。我接触过一位大裕新城的商户，他跟我说，以前听说要盖中国第一高，我才咬牙盘下这个商铺，想着以后客流肯定多，结果现在连工地的工人都没了，生意一天比一天差，再撑不下去就要关门了。不只是商业、交通、教育、医疗这些配套也跟着受影响。原本计划配套的公共交通枢纽因为项目停工搁置了，周边规划的学校、医院也因为人口导入不及预期放缓了建设进度。更关键的是，烂尾楼成了东部的负面标签，深圳的最大的城市伤疤。不少企业本来想落户大裕新城，一看核心项目烂尾，转头就去了南山、龙华。这种影响不是短期的，一座城市的发展靠的是预期引导，大家相信这里会好，才会愿意投资，愿意定居。深港世贸的烂尾恰恰打破了这种预期，让东部的发展陷入了等待观望的困境。僵局持续到2025年7月，一则中信信托召开受益人大会的通知开始在网上流传。通知中提到，中信信托计划推进一项收地化险方案，该方案显示，深圳有关部门拟以68亿元总价收储世贸集团旗下深港综合体项目的12宗未开发地块。对于中信来说，未开发地块估值176.25亿，违约金56.79亿，窟窿超200亿。中信为什么这么做？因为中信不得不这么做。早在2020年，中信信托把深港国际中心包装成理财产品，凭借其信托一哥的品牌效应及刚性兑付预期，28天吸引800名投资人抢购。2022年4月，也即是世贸项目停工的第2个月，800名投资者收到停兑通知。一晃几年过去，投资人能不闹腾吗？这就是中信为什么要出清风险，这是在断臂求生啊。然而世贸方面还在垂死挣扎，方案公布2天后紧急发函恳求投资者共度难关。可其年报显示，2024年其总负债已超过总资产，彻底资不抵债。而后世贸又向深圳市盐田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想要把锅甩给政府，这纯粹是耍流氓行为。深圳说这个锅俺可不背。一是在法律框架下，世贸已经和深港国际中心项目没有任何瓜葛，中信才是权益人，轮不到世贸跳来跳去。二是当初世贸暴雷后，政府给世贸擦了多少屁股，心里正憋了一肚子火。三是你没这金刚钻，揽啥瓷器活？你已经影响到深圳的总体战略了，还没找你追责赔偿呢。再说68亿少吗？当年起拍价104.35亿元可是无人问津。要知道当初出让土地时，双方可是签了监管协议的。老姜看来，这也就是深圳，换个城市，你拿了第几年不开发，政府给你无偿收回来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这份68亿元收地化险方案，深圳方面非常厚道了。老姜觉得已经是破僵局的相对最优解。对于信托投资人来说，
虽然68亿元补偿金在扣除刚性债务后，可能无法完全覆盖初始投资本金，但这笔确定的现金回流远优于项目资产长期闲置或大幅折价出售的前景，是当前止损回款的有效途径。另外，政府收回土地后，有望通过合理调整用途并分批出让，快速回笼资金，甚至实现平衡。地块盘活也将为片区注入商业文化活力，改善城市面貌与投资环境，带动深圳东部中心能级提升，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根据目前网上最新流传的消息，深圳国资已以68亿元的价格成功收储土地，并计划在2025年10月底前完成规划调整，12月底前重新挂牌出让，后期将以国资主导加市场化运作的方式进行开发。市场传闻，华润、招商等央企可能接盘。引入央企有2个优势，一是资金实力，央企不缺现金流，能扛住项目的长期投入；二是资源整合能力，能对接深港两地的政策资源、产业资源，实现深港合作的战略初衷。届时，至少50%商业用地转为住宅用地，与周边中海大运9张花园形成龙岗豪宅带，预计可售楼面价突破4万元每平方米，住宅均价或达7万元每平方米。通过以住养商模式激活现金流，原668米超高层调整为400到500米，仍为深圳东部第一高楼，但规模与原规划相比大幅缩减。原规划中的深圳露台商业区域也可能缩减，但会展、演艺等核心功能保留，确保深港合作战略定位不变。同时引入公立名校，降低运营成本，打造 TOD 加枢纽模式，优化交通接驳，强化与深汇城际地铁16号线的无缝衔接。至此，老姜觉得在多方的努力之下，看来深港国际中心这次确实是要盘活了。应该说，深圳为全国范围内类似烂尾项目的处理提供了宝贵的参考。深港国际中心的命运即将迎来转折，这座承载深港合作愿景的超级地标，未来能否在政府托底下重焕生机，不仅考验城市治理智慧，更将为中国超高层建筑的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样本。聊到这里，咱们再回头看深港国际中心的故事。这栋楼的起伏其实是深圳发展的一个缩影，有敢闯敢试的野心，也有面对挫折的调整，有市场波动的冲击，也有政策引导的转向。但我始终相信，深圳是一座有韧性的城市。当年蛇口工业区开山第一炮，打破了计划经济的束缚。后来互联网浪潮中，深圳诞生了华为、腾讯，抓住了科创的机遇。这一次深港世贸的困局，本质上是深圳向东部进军路上的一次考验。央企接盘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更关键的是怎么干。如果能找准定位，整合好深港资源，把项目从中国第一高变成深港合作第一平台，那它不仅能复活，还能真正带动深圳东部的崛起。最后，我想跟大家说，一座城市的发展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会有高光，也会有低谷，会有成功的地标，也会有受挫的项目，但只要敢面对问题，敢解决问题，这座城市就永远有希望。深港国际中心的故事还没结束，咱们继续关注，看他接下来能写出怎样的新篇章。我是老姜，你的支持是我爆肝的最大动力，请点赞、订阅、转发。如果你对这个项目有什么看法，或者有更多内幕消息，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订阅我，带你看真实中国。